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，我因撞破了男友二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-50度，而我被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，气温高得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，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二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。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二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二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二蛋下班回家。二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二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明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二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二天二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金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冬暖夏凉，洞内还很干爽，所以我爸将它收拾，做了家里的储藏室。有这个恒温的防空洞在，我还怕什么高温低温？我让保洁帮我将防空洞里清理干净，又去找了几个师傅，请他们帮我用石灰水将里面都刷了一遍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二蛋打了电话过来，深情款款地问我卖房的事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卖房子的手续办得咋样了？我敷衍了几句后挂掉了电话。狗男人果然慧眼，满嘴的想念，怕是正跟小美在庆祝终于骗得我肯卖房了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人来帮我改善防空洞的通风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死前的大雪已经漫过了腰，所以原先那种通风眼肯定会被雪堵上。这次我直接将每个通风口都加上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顶头还焊接了不锈钢帽，这么一来，雪就不会落进通风管内堵塞通风了。然后我又买了2套壁炉，一套纯取暖，一套取暖做饭两用，都有烟筒可以伸出去，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。安装好后，便是大批量的买木柴和木炭，又买了烤炉。末日来临时，水电燃气都指望不上，只有最原始的木柴最保险，既能取暖又能做饭。虽然山洞恒温，但我也不确定那温度到底会低到什么变态程度，所以有备无患。想到水管也会冻裂，我索性又找了师傅来帮我在地下室里打井。和防空洞一样，井水也是恒温的，外面再冷它也不会结冰。打井师傅很诧异，说别人都是把井打在院子里，我为什么要打在地下室？我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说我在研制护肤品开发，要用不见天日的水才行。那师傅顿时被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糊弄住了，带着一脸的佩服。接下来我便是囤物资，若家里没有物资，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考虑到会没电，我买了30箱蜡烛，20个太阳能充电灯，2箱火柴，大米500斤，面粉50斤，干面条20箱，方便面20箱，水200箱，各种干菜、饮料、咖啡、罐头、卫生纸，以及各种我能想到的药品、纱布。等我将这些物资都安放妥当后，离那场低温只剩了1星期。这期间，二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卖房事宜，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我忍着恶心，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二蛋答得极顺口：“当然爱呀。”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“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”
话音一落，小美跟她无声的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听见了，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她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她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啊？没见就好，她最近为给她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她几次，她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很像她，但是希望不会是她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她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她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，我更想知道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。他打来电话：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边懒洋洋说道：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：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我语气稍稍认真：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二蛋暴跳如雷：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：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：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！我冷笑：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我挂掉了电话，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。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竟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二蛋大怒：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，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我拿起 iPad， 监控中二蛋和小美将所有衣服和夏天盖的薄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抱成一团缩在沙发上。空调开着制暖，但小美依旧牙齿打颤，带着哭腔问：怎么会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二蛋哆嗦着，突然僵住。不对，降值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我看着 iPad 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不光是被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了，食物也没有。我走的时候已将屋子里的食材全部清空丢弃，只留下了饮料。我正笑得高兴，手机疯狂响起，是二蛋。我点了接听。酱汁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二蛋深吸了口气，放缓了语气问：你说你回去卖房，其实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回来。他咬牙切齿：想卖房不一定是假的，但是带走我的东西没打算再见你倒是真的。二蛋，你本来就盼着我不回去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但凡你有半点在意我，你也不会到今天才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更不会忘记我跟你说的是请了1周的年假，可1周早过了，你却没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。说完我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调为静音，埋头睡觉。再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，
这时我发现大雪已经快把窗户都埋了，透过缝隙能看到大团大团的雪还在如雨点般砸得又快又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雪若再这么下去，我家这栋2层高的小楼很快就会被埋，一旦盖过防空洞的通风口，我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屋子里。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大雪依旧又凶又猛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停，那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铲雪。我飞快地换上防风的羽绒服，戴上厚厚的帽子。好在我准备了2个通风口，并且靠近露台，我只需保证通风口通畅，就不会被闷死。我又借梯子爬上了屋顶，为了防止被雪压塌，我花了很大的价钱找人将屋顶用钢架加了一层，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任由大雪堆积。屋顶面积大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，我全身几乎被冻僵了。厚实的衣帽在低温面前单薄的像纸，我咬着牙坚持着，可雪实在太大了。不过一转头，刚刚铲完的地方又过了脚脖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慌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到明天下午，这2楼就会被埋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想到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却忘了考虑大雪肆虐下这套房子不够高。一想到可能住在6楼的二蛋和小美还没被冻死，我就先被闷死了。我就一口玉气堵着嗓子眼，好不容易将屋顶的雪铲下去，我又用2根红色的绸带绑在出风口上，为的是怕万一雪将屋子埋了，我好通过这红色来寻找出风口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屋内，看着电和燃气依旧没断，让我有点意外。真是替二蛋和小美高兴呢，不断电，空调还能用，没那么快冻死。防空洞内的温度相比室外高了不止1点，但我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没多一会儿，防空洞里就变得温暖如春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拿起 iPad， 点开监控。沙发上，二蛋脸色发青的在破口大骂：“这个贱人！等雪停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”小美哆哆嗦嗦的哭：“老公，我饿了。”“不，谁不饿？”二蛋吼起来：“外卖下单没人接单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这里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啊？”小美开始发脾气：“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这俩贱人狼狈的样子，看得我郁结的心情瞬间大好。我放下 iPad， 拿起手机，无数的未接电话和辱骂我的信息，全是二蛋的，有几条是小美的，都是嘘寒问暖，并问我在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他还想着我不知道他和二蛋在一起，还在跟我演。我粗粗扫了一眼，没回。我点开那个小区的楼栋群，群里正为这场大雪聊得火热。到这时候，已经没人关心能不能上班了，大家都在哀嚎停水和寒冷。原来居然已经停水了。我先给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心提醒大家，这天气太诡异了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建议大家珍惜家里的饮水、食物和御寒衣被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我提醒他们关好门窗，万一大雪不停，气温继续下降，没吃没喝没御寒衣被的人，为了活命，只怕会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二蛋和小美不可能坐以待毙，等到熬不下去时，他俩必定会向邻居求助，而我要掐断他们的求助之路。跟群里邻居们打完预防针后，我点开了小美的对话框，回了句：“我在家，你呢？” iPad 上的监控画面里，小美已经被冻傻了。还是二蛋发现了我的信息，他赶紧递给小美：“快，江浙回你信息了。”小美却带着哭腔：“回就回呗，他是能给我们送吃的，还是能给我们送衣服被子啊？”“你赶紧问他家地址啊，等雪停了，我们好去找他还钱。”小美便接过手机，手指明显冻僵了。打半天我也没收到一条信息。我对着壁炉和我面前的茶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小美，用懒洋洋的语气发了条语音：“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下雪了，还下这么大，得亏我家里是有壁炉的，不然真要冻死了。”小美的神情和动作立刻变得僵硬了，随即咬牙切齿：“他居然在烤火，他还有吃的喝的，他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？”二蛋显然也被刺激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后，就催促小美问我的地址。小美立即打来了电话，但被我掐掉了。我跟她回复说，我饿了，要去做饭，因为上午铲雪出了大力气，所以午饭我打算吃好点。我将已经解冻的鸡洗净剁块，将锅架再在炉子上开始慢炖。这是我老爹生前最爱吃的小鸡乱炖，有肉有菜的一大锅，十分下饭。差不多半小时后，我拿筷子戳了戳，鸡块已经能戳进去了，便开始吃饭。但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自己有吃有喝了，我哪能忘记二蛋和小美呢？那自然是要将这锅香喷喷的小鸡乱炖拍给他们瞧瞧的。我毫不吝啬的都发给了小美。监控中，小美拿起手机一看，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捶打着二蛋：“我快饿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干嘛给我发这个？”二蛋正忙着打警方求助电话：“警察叔叔，我们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厚衣服，我们快冻死了，快点来救救我们！”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就见二蛋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都不用猜，我就知道警察也无能为力。二蛋脸色铁青的挂掉电话，小美又缠了过去，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二蛋看着手机，脸色阴沉，眼里满是怨毒。
傍晚时，我又上了2楼露台，查看了一下通风口，大雪依旧急，好在通风口被我加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最少2天内不会被埋。我牙齿打颤的赶紧奔回防空洞，在炉火前烤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然后我就发现二蛋和小美那边的监控连不上了，楼栋群里大家都哀嚎，停电了。原来是小区停电了，没有电，空调不能用了。对二蛋和小美来说会是地狱般的毁灭。我打开某博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，除了求助哀嚎外，我看到许多部队警察投入清雪救助的活动，无数的电力工人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冷，冒死抢救被大雪压断的电线。当看到这些为灾情献出生命的英雄时，我泪目了。我突然对二蛋和小美的下场不再感兴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气温再次骤降，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恐怖的零下40度，而我每天都躲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烤火喝茶铲雪睡觉。就这样，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之后，终于停了。我搜索了附近的志愿群，加入其中。而在救助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二蛋和小美早已冻死在屋子里，而2人生前好像有打斗的痕迹，原来是因为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。灾难面前，人人自危，2人便为了最后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最后落得2人都惨死的下场。